叶老师作为中东问题专家，您能否为我们讲解一下摩萨德的运作组织等基本情况？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几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它名声最大。我们所听到的，有时候听到的以色列人干的一些很惊天动地的事，不一定是他干的，但是很多事情就安在他身上。特殊使命局就是要干一些一般的机构干不了的事儿，军队、警察，甚至一般的情报机构都干不了的事儿。摩萨德呢，就是干过很多重大的事儿。大家很多都知道，什么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到法国把这个法国坚持不交货的什么快艇给偷回来。萨达姆那时候定核反应堆，几次被以色列的特工给炸掉。以色列需要米格21呢，摩萨德就给他偷了一架，等等这些事情，就让人觉得他很神秘。其实摩萨德不神秘。如果你在以色列待久了的话，你甚至能够察觉到某个人是摩萨德，而且他有时候不一定掩饰这件事情。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它之所以在全世界各地都能非常有效的、出人意料的发挥作用，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现在全世界2000万犹太人分布在100个国家，说70-80种语言，就是你在世界上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要干什么事儿，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同胞，心甘情愿的为了民族的利益，记住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犹太民族的利益去尽心竭力。就是这样一张庞大的网，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摩萨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为了民族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一群。对。我们知道以色列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造就他们这个摩萨德的使命准则叫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干的。您能给我们评价一下这句话吗？就是要敢想，就是谁招了犹太人了，谁屠杀了犹太人。记住是屠杀，并不是一般的这种仇杀呀，或者是什么刑事案件。谁屠杀了犹太人，就是一定要遭报应。因为圣经上写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有这种信念。你说没有什么事不能干的这句话，你得去打一定折扣去理解。小孩、妇女、无辜的人不杀，除非错杀。历史上他在杀一些人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个别的错杀的行为。但是你要想维持你的民族的名誉，维持组织的名誉，你必须你干活的时候要干得准。让你去杀老张，结果你把长得跟老张不讲像的老王给杀了，你得赔礼道歉，你得赔偿。当你杀老张的时候，老张的小孙女突然站在他前面了，这时候你必须放弃这次行动，然后以后再找机会。所以说并不是说什么事都能干，也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准则，有自己的道义在里面。对，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的它的道德位置，对，它的法律上的正当性，还有整个民族的名誉。我们有一位网友给你提了一个问题，说07年的时候，伊朗的这个核科学家哈桑普尔死亡了。尽管伊朗自己否认是被以色列暗杀，但很多国家认为这幕后黑手啊就是摩萨德。再往前翻呢，72年9月，就我刚才说的黑9月事件，摩萨德也开始大规模的暗杀行动。我想知道摩萨德的暗杀是否真的是那么厉害，那么有效？您怎么评价摩萨德这些做法？您怎么评价他的工作？就以您的切身研究。摩萨德杀人呢是确实比较有效，因为他每杀一次人，他非常谨慎。有时候犹太人干事有时候小心谨慎的让你觉得有点多余。比如说他要杀你，
如果换了其他的组织，可能就派去2、3个杀手，跟踪你2天，终于把你逮着了，把你杀了，然后就跑。也就是说，他的执行小组是一拨人，又管跟踪、侦查、踩点、核实情报，又负责杀你。这摩萨德杀人他不是这样，他先派一个庞大的侦查队伍，把你的所有的行为记录得非常非常详细，然后提出一个建议，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把他干掉合适，然后这帮人就走了。这样有一个非常安全，就是这个先头部队他永远不会触犯任何国家的法律。我跑你这旅游了，街边上站一会儿，楼里敲敲门看有没有人，敲错了，永远抓不着我。然后第二组人真正的杀手来了，根据这些情报也有现场指挥，再把你干掉。如果失手的话，是第二拨人牺牲了，暴露了，第一拨人永远不会暴露，这是他杀人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他们把情报和行动分成2个相对独立的小组。完全独立的小组。你比方派你去侦查，结果你在一个某个地方跟他相遇了，而且当初你完全有手段，非常便利把他干掉，对不起，不行，犯规了。情报侦查好了，后面这个行动小组来进行执行下一步的任务。对对对。殷老师，这个像中国的老百姓可能更多知道摩萨德，就是刚才我在开场白说的是这个去暗杀黑九月的这些领导者。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吗？黑九月的人，比如说他制造了慕尼黑的惨案，然后一个一个杀了很长时间，其中也有个别的误杀，判断错了。在法律上讲，似乎按照一般的这种书呆子的思维，找到他，找证据，送到法院起诉，这是一般的办法。这种事在这个特工这个行当里面，在秘密行动这个行当里头，你纯粹就是傻到家了，闲着没事干才这么干的，就是找到你把你干掉，同时还通知你组织里上的人，或者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属，你哥哥弟弟什么的。不仅摩萨德这样干，克格勃也这样干。杀了你了，把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割下来，去寄给你爸爸，我把你儿子杀了，因为你儿子干了什么坏事儿。这一点呢，他杀人，别人找不到他的证据。你干了坏事，我想杀你，我知道是你杀的，但是我也不一定能找到充足的证据，把你绳之以法，给你送上法庭，没那功夫。这种事难以避免。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紧张、在战争状态，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不干这个事儿。只不过是以色列，他连续几代人和阿拉伯人冲突、和伊朗冲突等等，他的故事的延续性比较长。而且现在媒体也发达是吧？那一代就死了个什么人，大家一炒作就吵起来了。实际上，在伊朗的核科学家被暗杀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你要归功于以色列和伊朗反政府组织的合作。这个侦查踩点这些事儿，甚至执行这个事儿，不一定都是犹太人干的，他很可能都是伊朗干的，伊朗的反政府组织干的。这个就是情报合作，还有这个行动的必要性、正当性都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暗杀黑九月这些领导者的行动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败绩？败绩有时候认错人了，失手，杀错人。你要说真正的败绩，我们可以列出很多败绩，因为就是有案可查的，就是大家都传说的，就是上百起，这是摩萨德干的，少说了上百起。1997年那次去在安曼刺杀，哈马斯领导人、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马沙尔，那一次是败得最惨，那次是不应该办，这说明以色列有一度他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他有点轻敌了。
按理说那次侦查、那次行动什么，就是踩点情报做得非常好，做的都非常好。现场执行的时候，执行组的人疏忽了。马上坐进了汽车，执行组的人负责观察的这些人呢，就看这一个人进去了。实际上跟他一块进去还有他的小女儿。按说今天就不能干这个活了，他还是要干。而且在这个暗杀的过程中，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应该把一个可乐的瓶子给打开，造成一个轰动，然后到处都喷这个沫，这时候悄悄的往他脖子上喷点毒药，按理是这样。可是呢，准备工作也不够，好歹你拿2罐可乐，因为我们拉可乐的时候经常的瓣掉，结果他就带了1罐可乐一拉瓣掉了，没有满街喷沫的这个环境了，这个烟雾了，不行，这个你活儿该放弃了吧？不放弃，依然不放弃。哎，依然那个执行的人依然往那个脖子上滴毒药，这时候人家也有司机、警卫什么什么这些事情，小女儿也出来了。那大街上就跟我们在北京街头看，或者是中国一个县城街头看打架就那么热闹，完全暴露了。而且约旦警察也非常厉害，阿拉伯这些情报机构、这些特工部门警察都非常厉害。这不是说一般拿个棍站在交通岗那个指挥交通的，或者哪个景点什么敲诈游客的警察，那烂保安不是那些真正的搞情报、搞特种使命的都非常厉害。哎，就把这些人都抓住了。他们这些警察的素质也非常高，是吗？素质非常高。抓住以后，以色列的这个执行的这些人自称是加拿大人，拿着加拿大的护照，英文又说的磕磕巴巴。是约旦警察他也非常聪明，把加拿大使馆来说，这你们的人跑大街上杀人来了，人一看护照假的，再一说这根本没去过加拿大，完了吧？你说这多愚蠢，太轻敌了。这个事情它的招致的恶果是什么呢？当时在以色列监狱里关着哈马斯的创始人亚辛，关着他。亚辛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有一些极端的想法，一些恐怖主义的一些做法行不通。他已经开始在监狱里慢慢的调教自己的这些后代们，让哈马斯呢逐渐的走上能够被人接受的这种政治解决的道路。好，结果约旦方面提出了要求，当然也是受到阿拉法特的一些根据他的一些要求，我放你的2个人可以，就约旦把抓住的这个2个以色列的特工放了可以，你把亚辛给放了，同时你还得放10几20个哈马斯的这些头头脑脑的人，你必须放，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给他打解毒针，让他活过来。那次败得惨到什么程度？亚辛回了加沙，阿拉法特就亲自迎接，跟他拥抱亲吻。哈马斯的就是阿拉法特的这个老对手回来了，趾高气扬的回来了，你必须真正的去对待他，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对待他。本来呢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它是占一个主流，哈马斯的头什么都给关起来，冒出一个打一个，冒出一个打一个，这下子完了。哈马斯在非常短的期间内受到鼓舞，活动是膨胀式的。我们看98年、99年那汽车爆炸什么非常厉害，到2000年干脆和平进程就中断了，对，就停止了。一次小小的举动，他把整个以色列和约旦的关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巴勒斯坦内部的关系完全给搅乱了，而且都朝着不利于以色列这个方向发展。这是他最大的一次失手。平常失手杀错个人赔点钱，或者是今天没杀着，拖几天再杀，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儿。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个失手，
这整个在政局上的损失其实是比较大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以色列曾经是他们的特工也好，他们士兵也好，如果被敌人俘虏了，以色列不得不用自己比较沉痛的代价去换回自己的这个谍报人员或者是士兵。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这个民族会这么重视自己的士兵，这么重视自己的谍报人员？以色列呢，它是一个全世界犹太人的国家，成立这个国家就是为了保护全世界的犹太人。就是你在别的地儿活不下去了，你来这肯定收你。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你会受到保护。首先是一种震慑，没人敢杀犹太人。你要杀我，必须杀你。他要尽这个责任，要履行诺言。犹太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国，普通的犹太人要相信自己的保护的组织。军队、警察、摩萨德，还有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等等很多。还有埃曼是军情局的、总参情报部的，各种你都要相信。所以你派出去的人要拼死的为组织工作、为民族工作，但是有一条，被人抓住了，组织上不能否认你是我的人，你不能说这不是我们，跟我们无关，害得人家监狱里没办法创墙自杀了，这不行，一定承认你，然后不惜代价给你换回来。对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派出去的人员干部负责，这样后代人、别的人才能把这件事业继续下去。这是以色列人的特点。有时候他包括换战俘的时候，往往在战场上打完一场仗，一个什么冲突换战俘，一个人换几百个人，挺亏的吧？不行，几千个人也得换回来。这就是他们的这种民族的精神。对，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经千里抓捕这个艾希曼，这是纳粹的余孽，也曾经透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以说是摩萨德对对手是毫不留情的，甚至说这个可能这句话可能评价并不准确，说以色列奉行对恐怖主义以牙还牙的完全性的报复。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以色列摩萨德这种做法是不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不值得提倡。殷老师，就是据您的研究成果，您怎么去评价以色列的这种所谓的国家恐怖行为？他确实受到过这种批评，但什么叫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一个目标不确定，在市场上或者大致确定，我在某一个派别的居民区有引炸弹。但很可惜的是，但是你在说这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行为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时候，你得你举出相应的符合恐怖主义行为的一些因素。它不是滥杀无辜，它目标是确定的，对一般人它不造成恐怖，对行为当事人，我干了坏事恐怖，他们一定。这个组织一定得找我算账，但是在边上卖菜的老大爷，或者在那个街边里抽着烟下棋那老头什么的，他们不感到恐怖，于是这就不叫恐怖主义。那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有没有？有。一个国家组织自己的特工去炸民航飞机，这显然是非常罕见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但是你把这个事儿往摩萨德的某个举动上去安，就不大合适，是吧？而且有的时候呢，以色列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美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误击落别人的民航飞机。有人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但是这个也很容易得到一种解释，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出现在一定的地点。你违规，不管你是主动的、客观的还是错误，或者是外星人什么给你迷糊了，不管怎么样，别人把你击落了，导致损失可能是一个错误，是吧？但是你要说这是恐怖主义行为，不大戒。我这儿有一个材料说，这个摩萨德招募特工条件极为苛刻，说他们情报部门首先规定要遴选出候选者，
必须要是犹太人，最好要在义军服役，特种部队的老兵、军官都是首选。通过首轮的这个选拔之后呢，候选者就会接受连续数个月的各种测试，包括心理测试、背景调查等等，甚至是说摩萨德对他们的候选人10岁以后交的朋友都要进行了解，甚至要求他们在15分钟之内得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住址、银行号码及父母的姓名等等。最后呢，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考验成为正式的摩萨德特工，似乎有些神乎其神。殷老师，我们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些传闻？您觉得它的可信度高吗？大体是这么回事，靠谱。实际上，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特工部门、强力部门在招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定的观察，先负责招人的人先进入某一个群体，或者到你这个班当学生，或者跑你们学校当什么团支部书记，然后看他观察，他手上有需要招聘的人的素质名单，就这个人现在在法国站需要3个特工，他需要年轻，会什么各种各样条件，然后他在一定群体去物色完了以后就开始观察你，长时间的观察你，跟你聊天交朋友，不是说以这个很随意的方式测试你的反应，测试你对国家民族的忠诚的程度，看你这人是不是225，傻不傻。好，觉得可以了，负责考察你的朋友就消失了，他不会跟你谈话，就消失了。过几天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呢，说实话我还见过这样的信，有一个人给我看的，白信封，信封上印一个以色列的国徽，谁什么地址谁收，底下落款是什么呢？以色列国。这国家希望你出来工作，为我们工作，请你在几月几号到什么地儿跟我们面谈。以这种方式，于是接到信的人呢就觉得，第一我被盯上了，第二呢我被国家看上了，不是摩萨德看上了，是以色列国看上了。那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招募他们。对，以国家的名义，不是以组织的名义来招募的。那就是说，并不是摩萨德在招人，而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招募这些人。对。那据您所知，一般的这样的，可能是普通公民也好，或者相关的有服役经历的军人也好，他们接到这样的信之后，他们大部分人会欣然接受呢，还是会觉得很恐惧呢？在对峙年代过去，不去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事情观察你了，是吧？到现在呢，不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是因为现在双方缓和了一些，是吗？第一，就是好像犹太民族不是那么危机了；第二，现在各种经济也发达、信息也发达，就是就业的机会非常多，挣钱的机会非常多，为国家效力的机会非常多。干这个一下子掉到这个井里头，是不是有点受限制了？所以这种招募的办法还在用，但是有时候也在打广告。摩萨德有网站的他们自己的公开的这个也对。我们刚才说过摩萨德的败绩，当然一个情报组织能有自己的名气，毕竟有各种各样成功的战例。殷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他比较出色的战例？出色的大的战役一般都是合作的，是吧？比如到乌干达抢人质，乌干达抢人质，这个事情呢，首先呢，为什么以军敢深入非洲大陆几千公里，而这路上还敢在肯尼亚停一下，然后再直扑乌干达？为什么敢这样做？第一，他对自己的特种部队的行动能力心里有数，对对方的抵抗能力心里也有数。虽然都是总统的卫兵，但是这总统卫兵可能就是会开枪会打靶，没有经过什么实战，一帮烂人，他有这个谱。第二呢，以色列他跟阿拉伯国家关系不好，但是他对非洲、中部非洲、黑非洲关系比较好，肯尼亚、赞比亚什么的这些国家，包括乌干达。
情报工作做得很到家。这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我该找哪个朋友帮忙，事先都垫好了底儿，并不是临时去抓佛脚。而且呢，就是说，那次事件呢，书里都有。我们看今天不是也谈这本书是吧？书里都有很详细的说这个事情。我们总结来看，就是说什么？这个不是说摩萨德干得漂亮，也不是说特种部队干得漂亮，你只能说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这个民族他们干得漂亮。自己的人被非法的100多人扣在几千公里以外，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说你通过谈判的话，人家要的价码太大，要放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的仇人才能换这些一般的旅客。那过去同这些敌对组织，包括巴解，包括其他一些组织去作战获得的一些成果，就这么轻易就葬送了吗？不行。而且你跟阿明，当时阿明就是乌干达总统，又黑又胖，在以色列还留过学。跟他打交道，以色列知道阿明这个人很暴躁，说话不算数。你可能跟他达成了协议，最后这个人质还不安全，最后就决定只有一条办法，愣抢攻。对，他愣抢。他这代有点跟日本人奇袭珍珠港似的，他一方面跟这个阿明谈判，跟接机这些巴勒斯坦人谈判，拖延时间；一方面的秘密的准备了没几天，我们有电影有书什么，大家去看，这一路走非常精准，说好了50分钟完成这项行动，顶多也就49或者是51分钟就把这事儿干完了。这应该造就了摩萨德的一代传奇了。